大家好，我是保罗牛顿。4G 下载一部2小时的影片需要6分钟的时间，5G 呢只要3.6秒，6G 在理论上比5G 要快100倍左右，也就是不到1秒钟，按下下载的瞬间，影片就下载下来。当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享受5G 的时候，6G 的布局其实已经悄悄的开始咯。6G 的决战点就在地球轨道上面，而且呢，地球轨道即将要大塞车了。今天我们就要谈谈6G 的星链计划。讲到星链计划，就从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开始谈起。在2019年的5月24号 ，SpaceX 悄悄地发射了一批60枚的卫星到地球表面的430公里的轨道上面。SpaceX 呢向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申请了所谓的星链计划，就是要发射12000枚的卫星。要透过这么庞大的卫星链，提供宽频的卫星际网络服务。而2019年的10月22日 ，SpaceX 的执行长 Elon Musk 已经成功的试用了星链卫星来传讯息到 Twitter 上面，庆祝星链系统已经能使用际网络了。Elon Musk 还打算运用100亿美元以上的经费来完成这个星链计划。更思考未来一步能够在火星上建立相同的卫星通信系统。到底这样子的卫星系统是不是可行的呢？其实以前也有这样子的计划摩托罗拉公司曾经也发展过所谓的1计划，但是这些计划都失败了。为什么 SpaceX 会认为现在做这个计划会成功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这几年的硬体的效能大大的提升，而成本却大大的下降，所以呢，整个卫星的成本呢也下降了不少。再来，整个大环境的需求渐渐在提升，际网络的整个流量在向上提升当中，物联网以及车联网也将要蓬勃的发展，这些都是非常庞大的商机。根据一份从 SpaceX 泄露出来的资料 ，SpaceX 预期呢，在2025年星链计划能够为他们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。尽管条件这么诱人，但是还是禁不住让人怀疑这些事情是可行的吗？卫星不是有很大的延迟吗？不管是现在物联网跟车联网，还有通信相关的服务，延迟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。这样的延迟在卫星上是可以被解决的吗？卫星要怎么样符合这样低延迟的需求呢？这个答案是很有意思的。现在的卫星呢，很大一部分运行在距离地表36000公里以上的高空，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轨道上面，它的运行的周期是跟地球的自转层同步的，我们称为地球的同步轨道。在上面的卫星呢，也称为同步卫星。通常它们的用途呢，是在通讯或者是气象的侦测上面。那因为距离地表非常的远，所以呢，电波打上去再打下来，时间延迟会非常的严重，这个是过去的方式。而现在呢，他们所计划的是低地的轨道卫星，它运行在低地的轨道上，也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接近地面，只有180到2000公里左右。通常这种轨道上面的卫星呢，是拿来观测地面，或者是太空站也是运行在这个高度上面的。现在呢，它被拿来做通讯的使用，它的传送讯号呢，功率会比较小，也就是耗电耗能会比较少，而它的延迟性也会比较低，就能够符合现在延迟性低的需求了。据说能够比同步卫星快20倍以上的速度，而且比地面通讯也有它的优势。其实现在的地面通讯呢，很大一部分的骨干网络是用光在光纤里面来传递讯号，而光在光纤里面的传输速度呢，其实比在空气中甚至在真空中要慢上40%。所以呢，低轨道卫星运行在稀薄的空气甚至真空当中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潜力的通讯方案。而这样低轨道的卫星呢，其实它绕行地球的速度非常快。同步卫星呢，24小时会绕行地球1次，而低轨道卫星很可能在90到100分钟就绕行地
地球轨道一次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覆盖一整个区域的通讯呢，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多的卫星快速的绕行，而且保持在一定的安全距离的里内，我们才能够覆盖一个区域整个的通讯。所以星链计划必须要有12000颗低轨道的卫星，才能够覆盖全球通讯的范围。卫星跟卫星之间呢，要能够彼此的通讯，所以当信号从一个地方打上来以后，它快速的经过星链到达目的地，向下反射，就会完成通讯。那有这么多的卫星需要打上去，要发射几万枚的火箭，这样的成本这么高，是有可能做出来的吗？ SpaceX 已经突破了这个限制，原因是 Space 的火箭猎鹰9号已经可以重复的回收使用了，所以发射的成本大大的降低。而星链还有一个超强的功能，就是可以一次打上去60颗卫星，这60颗卫星呢都能够散开找到自己的定位点，而且停在那个定位点上，所以要大量的发射卫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。这个计划可能听起来只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计划，但是呢，所有大型的科技公司好像都闻到了商机，而且悄悄地开始他们类似的计划。首先是他们的大敌手 Amazon 已经向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了他们要发射3236颗卫星的计划，称为库伊伯计划。亚马逊表示呢，这样子能够很良性的跟 SpaceX 竞争，能够提供未来的消费者一个公平而且非常创新的一个机会。而且 Amazon 已经开始这样子的部门，也成立子公司在积极的进行这件事情。而 Facebook 跟 Google 其实也曾经或者正在进行这样子的计划，但是这个计划有非常大的挑战，不只是有高度的技术跟资金需要打上去非常多的卫星，而在地面上也有非常大量的接收站跟基础设施必须要建设，这是一个疯狂的烧钱计划，但是有利可图啊。而有趣的是呢，有人认为后面其实是有老大在支持的，特别这是一个美国想要绕过5G 直通往6G 的一个重要的计划。据说在疫情以前，华为在整个5G 的占有率呢，已经到达30%左右。这个市场占有率呢，已经超过美欧单一厂商的占有率，所以各国都在思考怎么样制衡华为。而中国的卫星计划呢，近来发射失败。美国认为呢，中国这样子的技术呢，其实还落后美国有一贯的差距，所以运用太空技术来进行6G 是完全没有敌手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地球的轨道能够放置卫星的数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先发射就先占先赢。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才刚刚开始享受5G 的好处，但是其实6G 已经距我们不远了。当然，也有人反映这样子的卫星是有光害的。所以下一次，如果你抬头望天空，看到了很多的星星，跟甚至一些不明飞行物体，很可能它不是飞碟，而是星链计划里面的卫星哦。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我是保罗·纽顿，我们下次见。